俄罗斯经济被打残，欧洲遭反噬，美国煽动俄乌战争，却在收割韭菜。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美国煽动的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多国处处针对俄罗斯，是要把俄罗斯堵在死胡同里，但是没想到自己却先遭到了反噬。普京自以为手握天然气和石油2张王牌，但是仍然低估了西方国家自残的决心。早些时候，俄罗斯中断了运往欧洲的部分天然气管道，让欧洲天然气供应雪上加霜。2022年3月7日，欧洲天然气的期货价格飙升至每千立方米3800美元。这个数字在2021年是235美元，已经涨了16倍了。这一幕正中美国的下怀。美国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宣布要努力削减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并扩大美国本土的能源出口。2021年，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了770万吨。如果这个出口继续扩大，将有望成为世界第一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大国。俄乌开战的更严重的后果，还不是如果天然气的价格暴涨，而是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北溪2号也要凉了。3月1日，作为管道背后的运营商，总部位于瑞士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公司表示，遭美国制裁后，已经与雇员们终止了合同，106名员工悉数被裁。如果北溪2号能够顺利开通的话呢，俄罗斯通过其以另一支已经在运营的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输送的天然气总量呢，就能达到每年1100亿立方米。也就是说，仅仅通过这2条管道，就达到了向欧洲运气量的1半左右。然而，这一切都因为美国煽动俄乌冲突戛然而止。如果说俄乌开战导致欧洲避险资金流向美国，挽救了疲态显露的美元和美债，可能是拜登收获的短期目标的话，那么北溪2号工程被终止，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颠覆整个欧洲的战略格局。美国收获的是一个大大的礼包。首先，欧洲能源安全将从依赖俄罗斯变为依赖美国，这将大大的增加美国对欧洲的控制能力。俄罗斯维护国力强大的2个关键点，一个是武器出口，第二是能源出口。美国先是通过一系列的制裁法案，导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严重受挫，连苏35这样的拳头产品都接连被退单。如果再通过一场战争成功的打击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再加上对俄罗斯实施的金融制裁，这等于打碎了俄罗斯复兴的基石。我们已经看到，俄军在乌克兰打仗的时候呢，并没有太大的技术优势，这本质上可以看成是没钱的后果。未来俄军在常规作战力量的发展方面，也许将更加捉襟见肘。其次，美国要用比俄罗斯高出4倍以上的价格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欧洲不买也得买。他们挑起的俄乌战争，从本上看就是一门生意。美国想要做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但是因为距离欧洲比较远，在价格上没有优势。现在欧洲天然气涨到了让老百姓叫苦连天的地步，以后没有美国的天然气可能就过不了冬。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用高出俄罗斯几倍的价格对欧洲出口天然气，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收割。当然，这个对俄罗斯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前期在欧洲方向投入的大笔能源基建的费用打了水漂，俄罗斯经济有可能被长期削弱。北溪2号的建设花了不小的成本，耗资高达110亿美元。其运营商虽是瑞士的公司，但背后的主要持股者是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它承担了1半的建设费用，剩余的1半则由壳牌等5家西方公司出资。
虽然很多人不认可俄乌战争是美国煽动的结果，但是从既得利益的角度看，似乎在世界范围内找不到第二个获得如此巨大利益的国家了。希望俄乌双方呢能够尽快的达成停火协议，避免让美国继续在背后偷着乐，也避免两国遭受更大的苦难。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